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肖战35岁以后结婚生子，杨紫真巧，我也是。单身意味着你足够坚强，足够耐心等待值得你的那个人。娱乐圈的明星大多都是单身状态，可能是因为跟事业有关系，也可能是真的没时间。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，谈恋爱没时间做事业。恋爱或结婚会对粉丝产生一定的影响，并且可能会面临严重的人气损失。有的明星选择单身是为了让自己的流量长久保持畅通，有的关系只能是隐秘不可见的，就算被看见了也会发文澄清只是朋友。我个人不喜欢这样，毕竟纸是盖不住火的，更何况是无处不在的狗子在偷拍，被挖出来和他们完美的单人角色不匹配，那也会面临糊涂的情况。事实上，乐观的明星不乏其人，小智杨紫就是其中之一。01肖战在节目的一次采访中，主持人问肖战有没有想过谈恋爱。这个问题的答案是：如果你在娱乐圈谈恋爱，你就失业了。一个简单的陈述就足以证明，一段感情在娱乐圈的影响不仅是事业上的，还有感情上的。一方面日程排得满满的，另一方面又是恋人的感情，遇到一个不懂事的恋人也很可能对自己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，这一点肖战保持清醒。主持人问肖什么时候结婚，肖回答说可能结婚。他还回答说他可能会考虑在35岁之后结婚。这也说明肖在这方面是有打算的，而作为现在的顶级流量艺人，爱情和事业是不能同时兼顾的，所以肖还是觉得男人应该先有事业，再成家。成功后，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中，这也不错。当主持人问肖战有没有想过不结婚，肖战的回答也很快，有不结婚的可能。这一说法也可以说是为他的粉丝做了足够的考虑。一旦宣布结婚，以他现在的影响力，肯定会有粉丝做出疯狂的举动。就像刘德华粉丝自杀事件一样，肖战的影响不及出道40年的刘德华，但这样的事件对于粉丝来说发生的概率不可小觑。当主持人又问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，答案不仅安慰了粉丝，也没有给其他女性制造舆论的机会，也没有给媒体刻意去探查肖感情痕迹的机会。02杨紫家有儿女里古怪的小雪，现在是亭台女，照虚拟年龄也到了30岁，如果不是明星，应该也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。尽管杨紫已经30岁了，但她真正承认的男朋友只有一个，秦俊杰，以及他们之间的爱情没有一路走下去，有点遗憾。在之前的采访中，杨紫向媒体坦言，她计划在35岁结婚生子，这个目标显然越来越近了。但结婚生子的前提是要有目标，也就是要有自己的爱情。他很清楚选择进入娱乐圈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，尤其是女明星晚婚晚育是很正常的。小时候，杨紫以为自己30岁就可以结婚生子了。现在他根据自己的情况定下了一个目标，在35岁完成计划。03合作与相识，肖战和杨紫的缘分来自即将上映的电视剧《请多指教》。两人在剧中饰演的情侣也备受网友期待。现实中，两人的人生规划也非常一致。不得不说，他们非常默契。虽然除了作品的交集，剧外的肖战也是超级喜欢的杨紫。在与杨紫合作过的演员中，杨紫对杨紫是非常的喜爱，名字和女汉子差不多，只有肖战称呼杨紫为紫梅，可以说肖战对这个妹妹是真的宠爱有加。虽然两人目前都单身，但希望能找到适合对方的另一半，也算是对人生计划的一个满意答复吧。2. 开播前声音很大，开播后又是一片嘲讽。暑期档的4部热剧差距很大。8月即将结束，紧张的暑期影视节目即将落下帷幕。在这个暑期剧市场中，一些剧集脱颖而出，成为笑到最后的赢家，在市场上取得了应有的成绩。开播前的声音很多，开播后却被碾压成尘埃。沉香如屑，剧情老套过时。在节目《沉香如屑》之前，曾一度被某视频平台奉为剧王。严格来说，
这部剧有成为剧王的潜质。女主杨紫是90后流量花旦系的掌门人，演员程毅也凭借《琉璃》走红。然而沉香木真正播出后，剧情的短板很快就暴露了出来。由于是多年前的 IP， 很多情节在当下显得非常落伍和老套。什么样的两个女人在打架？互相羡慕，女主进忘川当男主，女主受伤时男主心疼，男主女主一起下地，男主是女主逆天，各种步骤在网友的雷区。尤其是大量的女性竞技剧，让好的仙侠剧失去了大格局，感觉不像是仙侠剧，而是宫斗剧。还不如多年前的《太子妃升职记》，女人为什么要为难女人？多年以后也不打算同场跳舞了。目前从数据上看，沉香如屑的评分为5.6分，还没有达到及格线。播放数据中规中矩，不算太低。它在榜单上徘徊在第3位，但与戏剧本身相比，就团队而言，显然是不够的。玫瑰之战主演演技中规中矩，剧情却没能大放异彩。玫瑰之战是由女演员袁泉和中年黄晓明主演的一部作品，它聚集了许多强大的演员。另外是中国版的《法律精英》，讲述的是开播前就收获的法律行业大剧，备受关注。这部剧在不久的将来就结束了，但在结束之前，这部剧一度陷入了不小的争议。有网友认为这部剧有一定的大女主爽文色，为了讨好女性观众，里面的男性角色刻画得很笼统，人设不够。比如很多网友认为背叛女主的渣男老公看起来和女主比较合拍，但黄晓明饰演的男主相比之下就显得有些多余了。二是过度暂停，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观点被大众诟病，比如女主工作的律师事务所，一名员工冒充他人上大学，最终与受害人达成和解。剧情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难以接受。也有人发现，连这个节目里的滤镜都这么不一样。当镜头切换到女性角色时，他们会看到一些模糊的区域，疑似只有女性角色有墨皮滤镜，以至于有网友吐槽现在的剧连中年女性的皱纹都容不下。很显然，从上次的战报来看，这个节目的信息量并不可怕，评价已经破1很久了，巅峰基本上高达 1.6， 而且网络直播的数量永远排在前列。不得不说，袁泉黄晓明其实也有自己的评价。由于本身的一些瑕疵，它可以有效地拉动对这部剧的评价。致敬《欢乐3》是由方正正午阳光打造的一场精彩演出。作为 Tribute to Joy 的延续，它已被全新的开箱即用的新设置和组所取代。个人对这部剧其实是有一些假设的，但是在剧集开始之后，评价口碑已经跌到了一个地步。显然，这个节目被嘲笑的理由也是不言而喻的，人物配置不是很干净，人物配置不符合事实。说到底，我们可能会在《欢乐颂》中看到邱莹莹、关菊儿这样的标准小姐姐，也可能会看到曲筱绡这样的有钱小姐姐，但《欢乐颂3》中的这些角色给人的感觉就像你无法通过任何想象在现实中看到她。比如江疏影饰演的那个勇敢的女人，就是一个逻辑专家。他用一些不可能的逻辑术语说话，并安静下来，这让别人在他说话时感到震惊。比如张慧雯饰演的何敏红，就是一个活在自己现实中的散文家。有网友觉得这部剧的人物很奇怪，说他们不寻常是非常离谱和定制的，就是积累一些难以追查的人，考虑到所有的事情。他起身，却引起了全剧的扭曲，更引起了众人的不屑。余生的致敬《欢乐3》和20不惑2题材相似的都落入了一个盒子里。在芒果频道得到支持的情况下，评价一直在 0.3% 左右浮动，不像过去那么好吃。少年派的第一段是白月光，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地盘秀。编剧功底深厚，能够以脆弱而真实的方式来演绎的青少年的存在。很多情节都可以完美植入，其实无论男女主角的家装如何接近，看看他们的亲情和地缘生活，同样会觉得无比的可爱。加上节目伴随着艺人云集，无数人同样对青春派2寄予厚望。然而青春派2却截然相反，小英雄们长大了，离开了土地生活，开始了工作生活。在如此明智的气候下，故事开始被扭曲。
传奇人物前3亿，最重要的是经历了灰心丧气。情节是畸形的，类似于20年前或很久以前的青春虐书籍中主要出现的情节。剧中的主要看点可能是林妙妙和前3亿的关系。截至8月11日青春派2完结时，最后的评价没有破1，典型的评价都在 0.4 左右，远低于名剧的程度，很可惜。其实看完之后，大家应该分享一下实际发现的东西，或者至少，虽然演艺人员的呈现是不平衡的，主要是剧情不够，好故事才是太不常见了。本土节目实际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而且观众喜欢他们。节目的组成部分会不断变化，但情节的质量、主题和安排同样是关键。我相信这些节目的制作者可以从中受益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。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